大家好，我是大伟。男人过了30岁以后啊，自己的能力下滑。那么如何去提高自己的能力，让战斗能力爆表，让自己重新回到年轻时候的巅峰？今天咱们就着这个话题来讲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那么说这个方法之前，咱们要先给大家讲一下，这期视频呢，其实也是为了咱们一位群友给他做的。咱们一个群友给我讲了，说大伟我经常看你的视频，那么我现在有一些问题，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他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他的诉求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首先他立不起来了，每天早上起来感觉都是软绵绵的，没有这种硬邦邦的状态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夫妻生活之中，近2年来逐渐的开始感觉到疲惫而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由原先的时间短，到了什么呢？到了他的硬度开始大幅度的下滑，再到后面就发现有的时候关键时候不灵的，站不起来。或者站起来一会儿又怎么样，又软绵绵的，所以在这个状态反复之下，他内心受了折磨，他总感觉就是他的老婆他的夫人对他已经有着这种有色眼镜了，所以心里面也非常的自卑，就问我有没有什么方法。其实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我在以前内部的课上面分享过很多次，收到的反馈是非常之好咱们有这样难言之隐的，咱们男性的朋友都可以去学习一下，去练一下，因为这一套方法是通过自然之力去把我们本身在里面被你埋藏住的肾精之气给它激发出来。你做完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你重新回到了巅峰状态。你无论是硬度也好，时间的长度也好，还是说你整个就是这种对于这种快感的感觉，你也会来得非常的棒。所以这一套方法，我个人认为大家日常咱们男性朋友都可以练一练，特别是咱们男性朋友他有一个独特的腺体叫前列腺。咱们有很多朋友过了30岁到35岁，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那前列腺也开始出现了钙化，你都可以通过这些动作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那么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动作分享给大家。这些内容全都是干货，你跟着我去慢慢的做，慢慢的去学，同时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忘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套动作的出处，它源于道家很古老的一套方法，叫做房中术，也是古代帝王也会去修行的一种秘法。那么这一套方法原理很简单，就是刺激我们的睾酮素，同时刺激我们的肾精，让我们的肾气变得很充足。具体怎么刺激，你们自己看动作就能领悟到了。好了，我们来先讲一下动作我把凳子离远一些，把腿并拢。咱们做之前记住2点。第一点，把腿给并拢，掰不开你可以腿中夹一个书不让它往下掉，掰不开。二个是小腹，一定要把我们的小腹向内收，向上提。板凳怎么去做呢？我们只做一小部分，就是屁股搭上去一点就可以了，腿保持90度整个人挺起来。那么在这个姿势之下，我们开始逐渐的把我们的里面看好，扭动你的胯部，把我们的腿怎么样？进行一个向内的一个挤压，小腹收紧。你别以为这个动作简单，我告诉大家，我这里随便拿一本书随便拿一本书夹在腿中间。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像我一样拿一本书，腹部收紧书你这样拿着，因为你做的时候书会乱动这么去做，腹部收紧，腿这么夹着，这个书呢，你手控制住它。不让它往下掉，有的朋友他一做一松，书就掉下来，这就不对了。腿一定要夹紧，你练完了以后把书放一边，腿夹紧了以后，不断的向内夹，向内去挤压你看，就像这个腿，你看从侧面看，一前一后，看到没有？一前一后，腹部收紧，就这么去做。在做的时候，你知道了吧？里面深层就开始酸了、胀了。这个时候哪里开始会有到刺激？我们的2个小球。在做的时候不断的往上去提，这个时候会把我们的睾酮素怎么样，慢慢的让它出来。同时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的精华肾精也会跟着往上走。所以呢，这个动作我们去做上一个2到3分钟，感觉到酸了、胀了就行了，慢慢的去做。腹部一定要收紧。很多人做的时候，这个肚子它就像一个大皮球一样它也不收，它就这么做，腿也就这么去做，有没有用没有用。这么做一点用都没有，一定要把腿收紧，腹部收紧，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腿一定要向内，拿本书这么夹着，慢慢的去练
啊，我们的下腹啊向内收紧啊，持续的收紧，这么去转，转一会儿里面就酸热啊，腿上内侧酸，这样就对了。你去坚持一段时间，它这个睾酮素上来了，明显的你起立的状态，你的硬度也会逐渐上来，而且这样去做，不断的能够怎么样加强我们里面的一个海绵体充血的这种状态，你去做一做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大腿内侧啊，记住它是一套的啊，手放在大腿内侧，两个手一前一后，就这么放好。放好了以后，把腿怎么样往内去撞击，快速的撞击。后面做一些啊，你看，快速的撞击，就这样去做。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你在做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内侧给放松。这个地方也被称之为什么？叫做男人线啊。一个人他状态好不好，捏这个地方一捏就捏出来。很多朋友长期这个地方紧张了，他局部的往里面走的这种供血的能力就会变弱。所以呢，我们去这样去撞击，每天去撞上一个50下到100下，你手可以前后这样移动，从前面怎么样往后面移啊，不断的进行撞击，把中间这条线给它松开来啊。一个是捏，我们刚刚转的时候是捏，这个是松啊，你逐渐的感觉你撞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酸酸溜溜的啊，不一样。每个朋友你把这个动作做一做啊。做个50下到100下，自己感受感受。做完了以后，很多朋友腿上发酸，有的朋友发软，有的朋友腹部发酸，都是非常好、非常正常的一个信号。然后这两个动作你是连在一起去做的，每天可以做上一个2轮到3轮，看自己的状态。那么这一套动作做完了以后，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啊，我们每天去做一件事，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去找到我们臀部后侧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叫做八髎，有8个孔，我们把手上下快速搓动，快速搓动啊，把它搓热。在搓热的时候啊，你搓上一个100下到200下，这个地方就热了。搓热完以后，你去菜场找那个老姜，姜一定要老。找到这个老姜以后，把它切成片，每天晚上把这个生姜往上去贴，先把它搓热。搓完热以后，把生姜贴在我们这个八髎上，你去我们后面摸啊，它有个硬硬的像小平台一样的这个地方就叫八髎，尾巴骨上方像个巴掌这么大啊，正好这个地方你去贴上一个4块到5块生姜，把这个生姜片贴上去，你就别动了，趴在这儿贴。如果你有艾灸的话，你就对在上面去熏；没有艾灸，你想让热力更好的进去，你拿个吹风机对着吹都可以。如果啥都没有，你就贴上去，趴上一个20分钟，10到20分钟都行啊。就这样保持一会儿，每天晚上去做，坚持7天就不用做了。动作的话，你每天都可以去练，这是一个锻炼动作。把这一套合在一起，我告诉大家，只要你能够坚持去做7天，你会发现你的状态就怎么样？从刚开始的可能是这样啊，软软的，到后面怎么样？逐渐的就像升旗一样起来了。硬邦邦的，而且这个状态重新回到年轻时刻。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方法以后啊，他感觉免费的就不行，免费的就不好，免费的他做都懒得做。但是我告诉大家，在大伟这里，别人或许收费，别人或许不教你，但是在我这里，我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而且咱们这个方法是有很多的实战的这个数据去验证的，有很多的反馈，你们去做一做就知道。好了，这一套方法就分享到这里，这是关于咱们男性的一个话题，讲的呢其实也不是很多，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套方法。当然饮食方面咱们也要注意，目前呢饮食方面其实咱们吃的也好，喝的也好，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要就是在里面，我们要把肾精给它补充上来。有很多人长期亏空又不往里面去补，久而久之自然而然的他又怎么样下来了。好了，方法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咱们每一个朋友学会了方法的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帮助。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给咱们的视频关注一下，点一下赞，感谢所有家人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今天来讲一下关于男性的问题。每次讲到这个话题，很多朋友都默默的点上了关注。你会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咱们其实都是过来人啊，年龄可能看这个话题的关注的都是30岁往上走的。你会发现20岁的小伙子基本上不会太过于去关注蓝色的小药丸，反而过了30岁是一道风水岭，购买蓝色小药丸的人啊会逐渐开始增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讲完了以后，你可能结合自己的情况，把一些问题就搞懂了。20岁刚好啊，是咱们我们的肾气最足的时候，同时也是你的雄性激素分泌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你基本上来说的话，哪怕你一天去战斗个3场到5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你的身体它顶得住，它扛得住。但是随着你的年纪增长，首先你的雄性激素开始往下滑，你的睾酮分泌开始不足，慢慢的因为你的工作原因、精神原因，包括也有很多朋友啊见多识广了，没有那么敏感了，都会多重的元素原因导致了你的整体的状态开始往下走。那么很多朋友过了30岁以后啊，逐渐就发现了啊，比如说时间啊比较的短。这个硬度啊不够理想啊，没有之前的那么硬邦邦的感觉了啊，而是变得怎么样？就是那种啊又不是很硬，也不是很软的状态，就是这种状态让自己感觉到不满意。而且有的朋友啊，他这个速度非常快，可能1分钟、2分钟就直接怎么样就出来了。那么夫人可能也不是很满意，整个夫妻生活啊变得并不是很理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很多人选择了见效非常快的蓝色小药丸，也有很多人呢选择了一些外用的一些延时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啊，它都不是从根源上帮你解决的，甚至你出现依赖性以后，紧接着就会出现一些抗性，慢慢的你会越来越依赖，越来越着重品牌，不断的去挑选，慢慢的就开始怎么样，有点丧失了，有点迷失自我了。这种情况是很多人非常常见的一个过程。那么咱们如果说今天有幸看到这个视频，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很多人都非常关心这个话题。首先第一件事，你要学会放松。什么叫放松？咱们去找一个球啊，家里面有没有球的？有球的就拿，没有球的，你看我手上拿着这个小棒子，把这个上面拿一个小圆球，你假装这个是个圆球啊，你把它放在哪里啊？把它往我们的屁股上面一压一坐啊，就这样啊，把它压在上面。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记住，这个小球你把它垫在这个下面，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你在人往上坐的时候，正好是压在我们非常敏感的一个点，叫做盆底肌啊，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你也能触及到我们的前列腺。所以呢，在这个位置我们把它压住了以后，就像我这样，比如说我把它压住了以后，我们怎么做？前后左右动一动啊，腿部动一动，身上转一转。用不同的力压下去以后，把里面一些不好的给它散开来，但是这个时间不要长。我建议大家去做多久？去做上一个1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呢休息一会儿再做啊。同时呢，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里面一定要把它松开来。我们用球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刚好你屁股往下一坐就把它卡住了。这是一种，你要把这个地方松开来以后，它才能让更多的这个血液能往里面去冲。因为我们的海绵体最终回归到一个物理上面的话，就是要通过充血才能让它坚挺起来。这是这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我们以前把它称之为叫锁。什么叫锁呢？在以前啊，道家大家都知道啊，它有一个什么呢？叫房中术，对不对？这个呢，其实我以前听我师兄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也讲过。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线，就是我们大腿内侧，往后做一些给大家看啊，大腿内侧这条线。这一条线它可以说是男人的一个雄阴线，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条线啊，咱们一定要去捏一捏，没事的时候你自己去感受感受。如果说你捏起来以后发现里面松松垮垮的，里面感觉啊不够有力，那么这个地方啊一定要怎么样把它锻炼起来。
你记住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很多日本的一些动作的演员，他们很喜欢练腿，而且很喜欢夹腿。为什么？因为这是公认的一条雄鹰线，在夹腿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充分的对于我们两个小球进行一个小小的摩擦，让里面的睾酮素能够慢慢的出来，而且夹腿的过程当中是一种非常酸爽的感觉。可以说你的夹腿的耐力越好，你的夹腿的力量越大，它对于你整个战斗力来说，它是有一个质的飞跃的。特别是咱们很多朋友啊，5分钟啊都没有啊，2、3分钟就开始不行了。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练夹腿。咱们自己如果有健身房的啊，去怎么做夹腿器，每天去夹。如果自己没有健身房的怎么办？用你的2个膀子挡在我们的腿的中间，把腿往内去夹，膀子往外去用力，跟它做一个对抗。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你在做对抗的时候就会被腿怎么样？慢慢的碾压住。一夹进去以后，你别松，就这样保持住啊，保持住个2到3秒钟，再把腿给撑开，然后再用力的往内夹，保持住。再松开，每天至少30下到50下，你连做7天，你会发现这条线慢慢的就起来了。同时，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记住啊，不仅仅咱们要松，还要一张一弛，光让它紧没有用，还要让它怎么样保持弹性。弹性怎么保持呢？把腿翘起来，在这条线上面用你的手肘点进去，每天转，把这个地方给转开。咱们很多朋友啊，你自己去捏一捏。有很多朋友他的战斗力不行的，这捏起来以后啊，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的小疙瘩，或者捏起来以后感觉里面特别的酸，一定要把这些点给打开，手点进去，慢慢的转啊。我们正常做的话是从大腿的根一直做到我们的膝盖，怎么去做呢？用你的手肘压进去，身子一弯，你看我这个姿势，身子往下一沉下去以后，这么转一转就行了，手肘就压进去了。啊，这么转一转，跟着我去做。我们去做上一个一来一回3到5下。你别看这个动作，别小看这个动作。咱们如果跟着我去做，你别管50岁的、60岁的啊，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强的机会。但是一定要注意，咱们很多朋友刚开始啊，循序渐进，不要搞得过猛了，上来就想着变强，天天没事夹，一夹个300、500下，好了，第2天下不了床了，走路这个腿都打摆子。你一定要记得慢慢来，循序渐进啊！你的睾酮素，包括你的雄性激素，包括你的战斗状态，都会跟随着你的动作先练，然后再放松，逐渐的就开始变强了。我们这条线从下走到上，做个3到5遍，这个地方就松开来了。松开来以后，你自己感受，从里到里面的深层都能感受到一种放松的感觉。你坚持去做一做，慢慢的，可能你在早上晨起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这一下子就挺起来了。所有的家人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我们给大家再总结回顾一下。首先找一个球，把它放在我们的下面，没事你就坐上面转一转，转上1分钟，把这个球拿走。然后呢，每天做上2组。第二件事，夹腿。能去健身房的练深蹲的也好，夹腿的也好，我们一定要去夹，把这个地方充分的往里面去夹，每天去做上一个5组，3到5组都可以。没有机会去健身房的就这么去练，咱们在家徒手就这么去练。练完了以后一定要记得放松啊，把我们的手压在上面这么去转。这3个地方啊，就是这3招，你把它总合并起来，每天坚持去做，你会发现你的战斗力就开始上来了。而且这个方法我分享给很多的朋友，很多人，咱们不论年龄大小，年龄小的来得快，年龄大的来得慢一些，都是会竖大拇指的，说非常好，大伟你讲的这个方法非常棒。咱们讲东西啊，就讲核心，也不跟大家讲花里胡哨的，也不是说大家你一定要去吃什么东西，你把里面的这个东西做好了，你身体就会有需求，有需求了以后，你该吃蛋白质吃蛋白质，该吃一些补一些锌就补一些锌啊，正常去吃，它都是1+1大于2的一个表现。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所有家人朋友的观看和支持，没有点关注的一定要点个关注，给大伟啊点一个赞，然后同时让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深蹲被誉为运动之王，对于男女老少的身体啊都能带来很好的作用，所以说男女老少啊都应该做一做这个动作。这个深蹲呢，经过科学的研究啊，他发现啊，这个深蹲的时候啊，可以去刺激咱们男性的这种
睾酮素的分泌，也就是说我们的男性荷尔蒙以及女性的雌激素的分泌，这两项激素啊都是我们健康上面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么我们人啊，随着年纪的一个衰老，特别是中老年人啊，无论是男性的这个雄激素啊，或者女性的这个雌激素啊，都会进行一个下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你去练一练深蹲啊，可以有益于我们身体的健康。但是这里啊，大伟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深蹲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适合去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深蹲啊，它对于你的整个膝关节啊，或者我们的腰部啊，它这个核心肌群啊，它是有相当高的要求的。如果你做的时候啊，你的动作啊没有达标，或者你之前呢也没有运动的基础，你就听人讲啊，盲目就跟风去练了，那这个时候啊，很可能你的腰椎和你的膝关节都在无形当中啊被这个深蹲啊造成了一些损伤，而这些关节当中的损伤往往来说啊是不可逆的。那么今天呢，大伟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来源于美式的这个哈克深蹲啊。哈克深蹲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就在健身房里面啊有一种这个仪器啊，就是哈克深蹲架。那这个架子呢，它可以很好的固定住咱们的一个关节，让我们的关节啊进行一个更好的发力。它是来自于这个动作的一个改编啊，对于我们中老年人群来说的话是非常的友好，既能达到深蹲的效果，促进咱们的睾酮分泌，同时呢在此之上啊又保证了我们的膝关节没有更多的压力，以及我们的腰椎上面减少了压力啊，让我们的运动啊变得又安全又有效。好了，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啊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咱们先找到一面墙啊，那这面墙呢，咱们把手啊就是正常的放上去，然后呢，你人和墙之间的距离啊，大概一个手臂这样的一个距离。咱们讲啊，这个动作啊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人啊变成一个弹簧。什么意思呢？你看啊，我先把身体啊靠在这个墙上，整个人啊呈一个倾斜的角度，然后我去往下去蹲，你看。蹲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咱们的这个髋关节啊曲了，然后呢，我们的膝关节也曲折了，然后我们的脚啊也曲折了，是一个整个人去屈曲的一个状态。然后在起来的时候，你看啊，我们要把脚尖给踮起来啊，像踮脚把它踮起来，踮起来以后啊，腿伸直，整个人啊是有一点倾向于重心啊压在墙上的。为什么要压在墙上呢？因为你在压在墙上的时候，我们这个力量啊，全部在往墙上去走。这个时候呢，就保证了我们的膝关节和腰椎不会承担过多的力量，而导致了我们膝关节和腰椎的损伤。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完整怎么去做啊？靠在墙上，然后蹲下来以后，像个弹簧一样弹起，起身，然后身子往墙上去贴啊，然后再来1，好，2。3、4啊，记住你的这个脚啊一定要踮起来啊，和大腿一起伸直。5、6啊，你每天啊去把这个动作去做一个50下或者100下，做完以后啊，它的效果啊跟深蹲一样，但是呢，它能保证了你的这个腰椎和我们的膝关节啊，它不受伤，同时呢，它还能让你更加安全。因为我们整个人啊是依托于我们这个墙上的，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力量啊，去让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关节啊受到一些损伤。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身边啊有一些中老年人，平常喜欢练深蹲，但是做的又不对，你就把这个动作分享给他，让大家一起练起来。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过了40岁、50岁以后，感觉自己的腿脚越来越重，走路啊越来越容易疲乏，而且这个腿啊如同灌铅，抬啊也抬不起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选择一种锻炼的动作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记住一句话，叫做树老根先枯，人老腿先衰。你如果感觉腿脚开始重了，还不选择锻炼的话，后面你的腿脚啊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麻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锻炼动作去做起来，很好的就能加强我们腿脚的力量，让你的腿啊重新的灵活起来。那么什么动作适合我们自己练呢？有的朋友说深蹲，深蹲这个动作啊固然是好，但是你要知道深蹲这个动作对于我们的膝啊，对于我们的腰啊，都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很多朋友是达不到这种运动基础的，所以去做起来反而不太好。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更适合咱们中老
年人去锻炼腿脚的一个动作，叫做小金刚蹲。小金刚蹲啊，来自于道家。这个动作呢，可以说是深蹲有的它也有，深蹲没有的它也有。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说，深蹲你可以加负重，它呢却加不了负重。但是对于我们自己中老年人来练的话，足够了。那么现在呢，我会把这个小金刚蹲分享给大家，大家把这个小金刚蹲学会了以后，每天做上50下到100下，你自己啊就能感受到变化。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小金刚蹲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咱们双腿啊保持和肩膀一样宽，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然后身子站直，我们把我们的腰腹啊收紧，把我们的整个身体啊往下沉一沉，膝盖微微弯曲。好，做好这些起始的姿势以后，你看，把我们的脚尖立起来，就这样立起来，很简单，脚尖一立，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锻炼了你的大腿了。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是扶墙练习，手扶着一堵墙。慢慢的去学习屈膝、踮脚尖啊，小金刚蹲。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看起来很简单，就刚开始就一直上，数量一直往上做，做到40下、50下以后，再一站起来，哎呀，发现自己的大腿怎么开始酸着、胀了？哎，自己刚刚练的时候没有这个感觉。其实我们做的时候，自己就能很好的发现，你可以单手扶墙，单手放在一个腿的一侧。当我们的腿立起来了以后，自己感受一下你腿上的肌肉的变化。会紧紧绷绷的啊，这个时候呢，你还会发现我们在做的时候，腹部也会有变化，也会变得紧紧绷绷。同时呢，你在练习小金刚蹲的时候，来侧面看一下啊，你看这个腿会变得很稳定，因为它要保持一个稳定，而且你在踮脚的时候，所有的力量是支撑在哪里呢？支撑在我们的脚趾，脚趾也能锻炼到。不要小看脚趾，就这么小的一块地方，我们很多的平衡都是要靠脚趾。所以你在练习30下到40下以后，逐渐就会发现怎么样？腿开始酸了，越来越酸。当你感觉到腿开始酸、有发力感的时候，我们保持一个3到5下的继续练习，加强一下这个肌肉。因为整个动作，我们的膝盖啊是保持什么呢？没有前后这么移动的，所以呢，你在做的时候，对于你的膝盖压力是非常小，而且手扶着墙，更好的保持着我们的稳定性。当你逐渐的掌握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手不扶着墙，啊，随时这样去练习。这就是道家的小金刚蹲，练一练啊，把自己的腿脚练得更强。好了，今天这个小金刚蹲的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如果学会的话，感觉动作好的，可以把它转发和分享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同时呢，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既然学会了，那咱们就趁着春天这个时候就开始练习起来，每天50到100下，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腿脚的力量开始往上增长。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